对了，王爷，你以后不会用这些兵法来对付我吧？为夫我柔弱不能自理，怎么敢呢？快多吃点，多吃点就不柔弱了。石墨，你把我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雪莉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没用，太没用了！出去别说是我弟弟啊！给。这是木瓜做的啊，都说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这实在挺甜的。郭觉得这姑娘怎么回事？脑子里全是吃的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解风情的女子。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哀家得到了你的新军图，正苦于送不出去，可天助我也。薛孝堂抓住了一个北凉暗探，行军图还是到了北凉人手里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没事吧？我刚刚又梦到宫变那日的情形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只是宫变那日，我悲愤交加，无心多想。方才回忆起来，觉得这里面很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？太皇太后曾说过，她得到了行军图之后，却送不出去。刚好那个时候，薛孝堂在军中抓住了北凉的奸细。可是薛孝堂一直身在军中，他是如何能得到奸细的线索的？他背后肯定有人暗中相助。所以说，车马河之败的幕后黑手不止太皇太后一人，不只是车马河之败，还有偷换遗诏。这其中肯定是有人作梗。可是，能接触到遗诏的人，必定是深受先帝信任之人。这么看来，也没有几个人啊。一直陪伴皇兄20几年的总管太监，在皇兄死后自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原以为他是忠心殉主，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。我一定要找人彻查此事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与你一起归隐在此，直至白头。听王爷的意思，是要回定京了？别傻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直在这儿陪着我呢？况且，现在朝堂里有人暗搅风云，我也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好，那咱们就一块儿回去。
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咱们也会一起回来的。陛下，这是工部孙尚书呈上来的折子。这不是陛下的出品，朕还真是养一帮好臣子，处处替朕分忧，恨不得替朕当家做主呢。陛下，世家恩义本就是朝廷的恩泽，但日子久了，这恩典在他们的心中倒成了应得之物。就好比威风惯了的狐狸，竟忘了究竟是仰仗着谁的威势。这帮蠹虫已经占据了朝廷的半壁江山，若朕再不做点什么，怕是连这南臣也要被处控。朕已经让人梳理出了世家恩印官员的冗官名单，这几日便会下发之令，正式开始裁撤恩印冗官。陛下，恩荫官乃是开国皇帝赐予世家的荣耀，此举不合礼法，有违历代先皇的教导。臣恐怕陛下会在天下人眼中背上背祖忘宗的罪名啊！周大人怎的如此偏激？陛下要裁撤的明明是恩印冗官，周大人却想一口气把恩印官都给撤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没有沈惊鸿说话的份儿，那有朕说话的份儿吗？陛下说笑了，那朕便直说了。朝廷没有闲钱去养一群尸位素餐的废物。那就按照陛下的旨意，将那些没用之人都给撤了，换成有用之人，免得影响朝廷各个刑部正常运作吧。孙卿的意思，没了那帮人，我南臣怕是要灭国不成。不知陛下何出此言呢？老臣并无此意啊。陛下，老臣一心为国，绝无私心。朕意已决，尔等不必在意了。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尔等一口一个三思，是为了陛下死，是为了南臣死，还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死？皇叔，你回来了。臣刘演参见皇上。皇叔免礼。皇叔，近来可好？谢皇上挂念。臣安好，陛下可好？朕可不太好。皇上怎么了？有人要当朕的家，做朕的主，朕简直是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又如何能好？是谁如此大胆？这是要谋逆吗？陛下息怒。罢了。陛下，方才臣在殿外，似乎听到了“裁撤”“恩印”这种字眼。不错，朕要裁撤恩印冗官。陛下，恩印制兹事体大，不可轻易裁决。老臣斗胆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。孙大人，你若这般喜欢倚老卖老，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，
却见3尺。本王立刻派史官来重重记上一笔，好让你名垂青史，如何？周大人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，再过2年，你便要致仕了。可惜你还不如孙大人，好歹孙大人家里还有一个榜眼出身的儿子，可你呢？你的子侄中没有一个是成器的，眼看着就要人走茶凉了，所以你拼死也不能让陛下废除恩印。本王说的对吗？既然你2位如此不赞同裁撤冗员，那现在国库银两不足，入不敷出的部分，要不你们2家自己补上，要不将你们的亲族门客的官职全都裁撤了，省下来的俸禄来供养这些冗员，你们2选1吧。禀王殿下，你这简直是本王怎么了？是无耻，还是无赖？这可是您自己说的。陛下，老臣左思右想，觉得这冗员确实百弊丛生。陛下，老臣附议。表面上凛然大义，这心里却全是私心算计，还真是朕的好臣子啊！不止冗员一则，真正耗空国库的，乃是恩印。罢了，恩印一事事关重大，不可急于一时。今日就到此为止，改日再议吧。陛下圣明。没什么事情就退下吧。皇叔刚才为什么要拦着朕？我们好不容易压倒他们一回，为什么不趁热打铁，一鼓作气？就算不能大动干戈，那也能杀只鸡，煞煞他们的威风才行。陛下，您刚刚登基，当先稳固朝政，要削弱世家的羽翼，不宜操之过急啊。毕竟世家的势力树大根深，若此时我们大刀阔斧地对他们行动，只怕会引来更强烈的反击，对朝堂和社稷不宜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世家不得不除。沈惊鸿说的没错，这世家就如同复古之躯，一日不除，这朝堂便一日不能完全为我所用。此话是沈惊鸿对你说的？没错，朕觉得沈惊鸿是真的有才华，对世家的见解也可谓是鞭辟入里。哎，对了，穆中华之前来找过朕，说皇叔你欠了他什么债？究竟什么债啊？他只是觉得臣的病比较罕见，所以想帮臣医治，拦也拦不住。啊。皇叔回来了，皇叔身体可好？近几日乔乔很是担心呢。本王好多了，公主不必担心。皇叔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皇祖母现在身体欠安，父皇一定希望您跟皇祖母多保重身体。公主这些天照顾太皇太后辛苦了。
你好好休息吧，别累坏了身子。是，那皎皎就不打扰皇叔去看望皇祖母了。太皇太后，我知你不是拒马河之战的唯一真凶，但另一真凶到底是谁？还请太皇太后告知。请太皇太后赐教。你不能说话了。若太皇太后不能说话，那就请你写下来。连神志都不清了。公主，帝王出来了。皇叔走了，那本宫也该回去好好照顾皇祖母了。王爷，听你的描述，太皇太后这应该是中风之状，口不能言，身上也动弹不得。他一个如此骄傲之人，没想到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，只是无法从他那儿再得到其他线索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王爷，我给你把脉。这是被谁咬了？这是太皇太后咬的，当时她已神志不清。你看，我虽是公主，不也会被人欺负吗？这牙印儿，该是我3岁的时候吧，被一个小孩咬的。王爷，太皇太后这是在跟你指认幕后凶手。你是说，柔家公主的手臂上也有一处牙印？此话当真？对，我亲眼见到过。能在战事中动手脚，导致苍梧军一败涂地的人，非薛孝堂莫属。但又是谁能把北凉暗探的线索告诉他呢？薛孝堂至死都没有说出那个人。他一直在掩护这个人。对，他是在保护他。能让薛孝堂舍身相护的人，除了柔家，就没有别人了。薛孝堂之死，只能是柔家公主出的手。我还一直以为他对薛孝堂是情深意重，真没想到。进来。王爷，穆大人。贺心，调查有何发现？大总管名为李瑞生，父母早逝，年少之时便净身入宫，被分配到东宫，之后一直跟随在先帝左右。
他孤家寡人了大半辈子，唯一一个例外，便是一名叫杏儿的宫女。他们二人是同乡，又同在东宫做事，一直是相互扶持的，关系亲厚。那柔家公主跟这个杏儿，杏儿正是柔家公主的生母。想不到柔家公主跟大总管还有这层渊源，难怪连遗诏都能换。飞鹰小队的其他成员也在暗中监视柔家公主身边的人，发现她身边的侍女曼儿去祭拜了一名逝去的教书先生，就是那个为袁成明刻碑的人。好了，都知道了，你辛苦了，何贤，去歇息吧。如此，袁成明的空冢和云响月的死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，目的就是为了挑起我和太皇太后之间的争斗。我突然想到，沈惊鸿也那么爱慕于他，会不会也被他利用啊？你怎么知道沈惊鸿不是自愿被他所用？在陛下面前指出世家的弊端，本来也没什么。可是他在朝堂上言辞激进，有煽风点火之嫌，这对刚刚登基、根基未稳的新帝来说，如此冒进，是百害无一利。希望他不要步薛小棠的后尘。月出皎兮，皎人寥兮。公主怎么突然来访？看来是我惊扰了你。无妨，本来也是随手为之，丢了便是。丢了多可惜啊！你继续写，我来补过时。拂开眼底的那片青素，月光皎洁出来时路，梦似洪荒共度，如情若离若诉，别发呆了，把诗补上。好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那惘然的衣裳，想问你如何作答？谁又在命运的悬崖，把离别晕染成泪花？心酸就在孤独痛彻。我轻轻的牵挂，而你要如何收下？听风声下锁了寒鸦，遗憾从悲欢里发芽，心
沈公子心中思念甚是烦扰啊。以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今日早朝之事，我听说了。你能说服陛下裁撤容元，也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可若非是定王出面阻拦，废除恩印一事，恐怕依然提上日程。这次皇叔突然归来，想必定是来者不善。